大家好，这是1月14号下午5点的景象。在寒流还没来之前的冬天已经有了很强烈的日照了。除了下方稻田进水后，经过一天的日照，马上长了一堆青苔之外，前方小孩子已经短袖短裤的玩起水来了。感觉没有寒流的话，应该很快就直接跳过春天到夏天了。会提到这件事情的原因，只是想要提醒，若是真如预判，没有事先采用设施防范，日后提早采收，避免土长也是一种方法。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青葱采用高低位种植的方法。这个位置是在后院的一角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覆土来源这原本是采用双排进行种植的葱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葱白要长一点呢，就得不断的进行覆土但是家庭种植时常要挪来大量的土壤进行覆盖，并不简单眼前正在进行挑选的葱苗，算是将内部这排一次挖起来。这样做除了可以方便快速清理场地挖松土壤对青葱的生长也很有帮助由于要采用生殖的方式，挖出的土壤就可以拿来覆盖另一排这样两排反复轮流覆土就可以更善用原地的土壤，省去搬运土壤的过程算是比较省事又可以执行分批种植的方法。现在挑选葱苗的过程呢，非常细小的葱当然是优选毕竟这拿去吃呢，也没有多少葱白可以食用另外，挑选葱苗的方式是不用管葱的粗细而是选择正要分裂的葱留下来再次种植这样种植下去后呢，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分裂的状态而在种植之前，可以将葱的末段剪掉。虽然有没有进行修剪是不会影响到葱的存活率不过修剪掉后可以让葱一开始更容易保湿而修剪下来的末段呢，也可以就地回复充当养分提供者虽然据说青葱种植在沙质的土壤生长的会比较好不过个人感觉是不明显最重要的是生长过程别泡水太久就好个人现在种植的位置地势比较高连走道的位置都不曾淹过水所以垫高的菜床就不用担心下雨后产生积水的情形不过若是担心水会留在凹槽处呢，还是可以在角落挖个排水的孔洞来解决然而既然有这种说法，就尊重一下，种植之前就把下方的土略微松一下种植下去后呢，高低差就产生了。其实这之前采用双排种植时呢，种植的深度也一样不过可以覆盖的土壤比较浅现在将土壤先挪去覆土后，两边的高低落差就产生了视觉差异而误以为右边种的比较高原本的种法呢，葱白约只有10出头公分现在挪用土壤覆盖后呢，日后采收时就可以达到20公分了。至于为何种这么多葱的原本目的是要做葱酱但近年早已经没有买菜送葱的消费模式青葱竟然变成了不再随手可得的感觉现在把葱送人呢，收到的人就很高兴葱酱的计划呢，只好往后移而这种现象呢，其实蛮值得思考的台湾明明根本没有连下几天雨甚至南部水库都还缺水有人会觉得这跟疫情或是受到进口运费很高的排挤但据个人所知呢，这跟台湾的冷链系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多少有关系很多菜采收后呢，就改采用慢慢释放出来的方式或许这也是有些菜一直可以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福是祸很难说毕竟台风都还没来
台风来的时候呢，可能连葱就更买不下手了。葱种好之后，一样得进行浇水啊。虽然青葱对于水的需求不高啊，而为何将青葱安排种植在这取水容易之处哈？这主要的原因是菜花园的规划。后院目前陆续一直做简化的动作，要让菜花园形成呢，必须有长天期的作物才有办法。因为如果全部种植短天期的作物呢，要让整个菜园维持在丰收的感觉，会非常困难了。好不容易要形成绿郁盎然的感觉哈，就又要进行采收，重新开始了。所以目前是将葱、姜、芦笋、甘蔗、辣椒、豆科植物摆在后院种植啊，让这些作物先进入放养的阶段哈，再找时间补上一些花来进行美化。至于这些一开始拔除的青葱呢，只要将它的外皮剥除哈，略微整理一下，就可以看到漂亮的葱白了。青葱种植的位置若是比较低呢，种植期间若是会遇到雨季啊，记得别种太深了。而如果平时使用都是以葱花为主呢，采收完之后可以一样先切成葱花啦，用容器装起来进行冷冻哈，需要使用时再拿出来使用啊。不但方便，也可以容易保存的比较久啊。而如果想要把青葱种到很粗呢，可以在种植前底肥先做好啊。前院这位置因为需要预留覆土哈，所以地底有埋下堆草草的草木灰土啦。目前看起来的成效呢，是可以让全部的青葱快速长到非常粗啊。最后来交代一下日前将堆草槽坐在菜床中间的近况啊。这洼地的取水槽呢，已经可以自动吸取墙外河道的水了。而由于这块区域呢，土壤比较低洼潮湿啊，草实在很难在一时之间清理干净哈。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暂时与杂草共生共存啊。将堆草槽坐在菜床中间，是真的很方便，随把随丢的做法哈。另外，由于此处的蚯蚓品种非常活跃啊，只要层层堆叠，个人是相信很容易变成蚯蚓的食物啊。但是要进行收集引粪哈，就得再想看看如何规划了。而此处要清理得更干净呢，就得等夏天才有办法更省事了。夏天的时候，太阳轨迹才有办法走到这一侧哈。充足的日照才有办法将杂草晒干啊。目前就先维持住不恶化可以种植的阶段就好了。而这个位置已经被麻雀发现了哈。大陆妹播种在此处呢，在幼苗时会遭到鸟袭啊。虽然已经度过了幼苗时期哈，但等长大一点会提早进行采收啦。发现此处会自动长出龙葵的幼苗啊。采收完只需要进行简单适地适种的移植即可哈。谢谢收看。